他记得那花小小的，一撮一撮的，白白嫩嫩，还香喷喷的，可爱极了。他把那花小心捏在手里，一只玉色大蝴蝶似乎极其喜欢地绕着他转了半天。二哥哥会喜欢的吧？一定会喜欢的。他要保护好这娇嫩的小花，然后送给二哥哥。可是花没了，小手还直直伸着，手中紧紧攥着，方才是若珍宝护在心口的，却早已不是那捧挑挑拣拣摘的奶白可爱的娇嫩小花了。花瓣早已不剩几片，被蹂躏得不像样子，失了原本的色泽，湿漉漉地粘在一起，细嫩的花茎被捏得变了颜色，可怜兮兮地折着。他没能保护好送给二哥哥的花。蓝忘机的注意力全然在小团子上，只见那方才还兴高采烈的一张小脸蛋忽然僵了，小家伙愣愣地看着手中的花，半晌垂下眼。没什么。那只小手被他藏在身后，小孩子耷拉着小脑袋，黏黏的小模样，他什么都没能护住，连几朵小花也是。落水、就医，让旁人为了他麻烦，这已经够糟糕了，不能再任性了。这点小事，只不过是自己太在意了。他为什么会笃定二哥哥会喜欢他的花？他又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有能力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东西和人？那小孩，天太冷了，你进来暖和暖和吧。哎呦，你干嘛呢？你不知道他是谁呀？小小年纪可死了爹娘，你忘了？上次那个老头子冲浪好人，还不是没几天就会气死了。不能再给人找麻烦了，他们都很好，待他极好，他不能因为自己的软弱去麻烦他们。没什么。忽然，那小孩子抬起头，小脸还煞白着，却生生显出个大大的笑来。二哥哥，阿英想你了。蓝忘机愣了一下，就像是咬碎了晶亮的糖衣，糖葫芦就变得酸涩极了，酸的人牙根都疼。方才那一瞬，那小小的一团颤抖着身子，低头似乎难过极了。他几乎以为那小团子在哭，可怀里的人却笑了。真的只是个小孩子，不知道是吓还是冻的，身上没了那份热乎劲儿，虽然努力维持，可还是不难看出那绵软脆弱的奶团依旧在不受控制的颤抖。奶糯的小脸蛋依旧如往日一般淤血可爱，但多了几分不正常的清白。他不应该笑，这么大的孩子毫无防备地落入湍急寒冷的水中，他根本没有丝毫抵御水流的能力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被卷起，推入更冷更黑的地方。他会清清楚楚地明白，自己根本没有自救的可能。他只能感受着身体冻僵，意识混沌，冷得刺骨。到最后，一片黑暗，那种无助的感觉，怎可能不害怕？他才4岁，抱他回来这一路，感受着那一小团在自己怀里发抖时，蓝忘机就已经开始紧张了。他想过很多种魏婴醒来后的状态，这么小的孩子可能会吓得大哭，可能吓得丢了魂一般呆愣，也可能神志不清，直接病上几天，但都没有。刚才还可怜兮兮趴在他怀中，神志不清小声呜咽的奶团，现在笑得灿烂，没事人似的说想他了。不可能不害怕，那已经违背了人的本性。蓝忘机依旧记得他第一次遇见的时候，他就站在房顶高的半空上，控制不住那柄长剑，依旧继续上升。强烈的不安感包裹着他，他学遇见比其他人要早得多，身量太小，似乎半空的一股气流就能把他扫下去。他第一次有如此强烈的惧意。地面越来越远，他拼命背着刻在脑中的剑诀，可见依旧在上升。他甚至有些喘不过气来，强迫自己集中精神，却依旧无济于事。他似乎什么也做不到，甚至连自己的身形都稳不住。山风打着他的脊背，他悬在半空，毫无支点可依，只有一柄不肯受控的长剑。那是他印象中最大的恐惧。事后，叔父问他害怕吗？他如实回答怕。叔父说怕就对了，当面对如何都控制不了的情况，会无助，会害怕，这都是人的本性，是生来如此的，即便胆子再大的人也不能避免。魏婴不可能不怕，虽然少年时的那人的确一副万事不挂心的样子，但他见过那人受了惊吓的样子。无论是身姿挺拔，小豹子似的小少年，还是怀中轻软连人的奶乎乎的小奶团，受了惊，身子会不由自主的颤抖，
面色煞白，唇齿都失了血色，指节紧紧攥着，正是小家伙方才路上的模样。他分明是怕极了。2. 小团子的小脸上还挂着乖巧的笑，忽然被埋进了一片熟悉的温暖中。白衣少年一手护在那小家伙的后心，一手轻轻地按在那蓬松毛绒的发顶，让那发冷的小脸蛋贴上他的颈窝。小家伙大睁着眼，僵着身子被少年整个罩在怀里。魏婴，不怕了。少年声音低低的，缓缓地安抚着受惊的心上人，没事了，我回来了。他将小团子柔软的身体紧紧抱在怀中，用自己的体温捂着，暖的就像被阳光烘干的棉花。不怕了，没事了。不善言辞的确是个毛病，翻来覆去就是这几句话。可对于怀中细微颤抖的小奶包来说，已经足够让他放下那份不属于这个年纪的坚强了。蓝忘机越想越是觉得心里就像是被烧了似的，疼得发麻。他只有用最贴合的姿势抱住怀中的人，感受着他的身体一点一点放松，才能稍有慰藉。啪嗒，蓝忘机除碎时的外衣还未来得及脱下，硬质的衣料被敲出清晰的脆响。奶团粉妆玉琢的小脸上已经没了笑容，呆呆愣愣地搂住蓝忘机的脖子，眼眶通红，咬着下唇努力不哭出来，却依旧抵不过泪水积压太多，砸落下去。魏婴，我在。少年的声音在背后响起，不知为何也带了丝难以名状的沙哑颤抖。哭吧，没事。春风不都是那般温暖的？偶尔会有比冬日更刺骨的朔风提醒人们认清现实。几天的相处，蓝忘机只觉得自己简直是要就此飞升了。少年人的满腔溢出的单纯的爱意有了寄托承载，但他爱的那个人在他以为最安全的地方出了这种事，还是大意了。肩头温热，小家伙一声不吭地把头抵在自己胳膊上，死死咬着袖子不发出声音，眼泪不停滑落，很快就浸湿了他的衣袖和蓝忘机的肩膀。他胡乱用手背擦着泪水，却依旧怎么都擦不干，反而让手上的伤口愈发痒痛。人的情绪不会忽然消失，只能被压在心里最深的地方，也是最柔软的地方，用自己的血肉和着未能流出的泪水，一点一点裹住那个带着棱角的沙砾，直到它与血肉融为一体，变成刻在骨血里挥之不去的沉疴。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，可很多时候只能这样。无论是飘雪的街道，亦或是漏风的寺庙，都容不下一个孩子那一点点应有的软弱无助。